你每天喝的那杯茶，可能正在慢慢堵死你的血管。你有没有想过，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泡一杯茶，配一块饼干或者一笼点心，看起来悠闲又养生，其实不是在照顾身体，而是在悄悄伤你的心脏。网上的健康帖子常常在讲，喝某某花茶就能软化血管，吃某某丹丸就能通经络。我告诉你，那些东西根本没有用，有些还会让你的血压飙得更快。真正会伤血管的不是那些街边卖的神奇偏方，是你每天茶餐厅最常点的那几样东西，你天天在吃，却完全不知道。奶茶加全糖，颜色深深的，入口香滑，你以为暖胃又提神，一口喝下去，其实里面的反式脂肪和高糖分会让血管内壁慢慢变厚，长期累积下来会堵住供血的通道。还有那盘用猪油煎出来的荷包蛋，金黄色边缘微微焦脆，很多叔叔伯伯觉得这才叫有味道。其实高温猪油会让蛋黄里的胆固醇直接氧化，变成粘在血管壁上的元凶。茶餐厅最常见的西多士，2片白面包夹着花生酱和炼奶，再下锅用牛油煎透，外面金黄香脆，里面热乎软糯。你以为只是偶尔吃一次没关系，其实每一口都在叠加血脂的负担。还有那杯港式冻柠茶，加了大量糖浆，喝起来酸甜清爽，但里面的糖分会在身体里转化成三酸甘油脂，时间长了，血液变得粘稠，流动速度变慢，心脏要更用力才能把血液推出去。很多长辈为了控制血糖，每天只喝清汤，只吃蒸鱼，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结果反而让身体缺少了必要的营养，血管修复能力越来越差。你以为自己已经吃得够健康了，其实血管里的堵塞早就开始了，再不注意，可能连下一次带孙子去公园走走都会变成一种奢侈。今天我要把这几种最容易被香港人忽略的伤血管饮食习惯，还有真正能让血管保持年轻的吃法，一次讲清楚给你听。这支影片看到最后你会发现，改变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千万不要跳过任何一段。如果你觉得自己平时吃得很注意了，那你更应该把接下来的内容看完，因为接下来要讲的可能就是你每天早餐桌上正在发生的真相。我在心内科看诊将近22年，之前也在大型医院的心血管专科待过一段时间，每天面对的都是血脂、血压、血管硬化出问题的患者，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我是心内科专科医师梁志远医师，这些年里我看过超过3500位患者，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以为自己吃得清淡，早餐一杯清茶，一碟蒸菜，觉得这样就对得起自己的身体了。其实每天的饮食习惯早就在伤害血管，自己完全没有感觉，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来不及。之前门诊来过一位黄先生，64岁，每天早上都去楼下茶餐厅吃早茶，奶茶一杯，西多士一份，荷包蛋一个，觉得自己吃得很满足，很有精神。直到有一天胸口突然一阵闷痛，做了心脏检查，才发现冠状动脉已经堵了将近70%，医师告诉他再晚来1个月可能就要放支架了。他自己也吓得不敢相信，一直问我，明明只是吃个早餐，怎么会严重到这种程度？这样的情况我在诊室里见过太多次了。问题往往不在于吃不吃这几样东西，而在于吃的方式对不对，频率高不高。今天这支影片，我会把最容易被香港人忽略的几种早餐伤血管陷阱，依次告诉你，真正护血管的饮食方法应该怎么做，还有身体会发出的哪些早期信号，你一直忽略的关键全部都会告诉你。如果你想继续收到这类资讯，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以后这类实用的健康知识才不会错过，也不会被那些没有根据的偏方误导。很多人都以为只要不吃肥肉，不喝浓汤，就已经做到了保护血管，其他的饮食习惯根本没有差别。其实同样是一顿早餐，吃的东西不同，进到身体里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两种走向。奶茶加全糖，每杯含糖量可能超过10茶匙，加上奶精里的反式脂肪，两者叠加之后对血管内壁的伤害会比单独一种高出好几倍。猪油煎的荷包蛋，高温让蛋黄里的胆固醇快速氧化，氧化后的胆固醇比普通胆固醇更容易粘附在血管内壁上，形成粥样硬化斑块。西多士用牛油煎透之后，每一片面包吸收的油脂量是普通烤面包的3到4倍，加上炼奶的高糖分，两者一起进入身体，
血脂升高的速度会很快。港式冻柠茶里的糖浆进入身体之后，会迅速转化成三酸甘油脂，堆积在血液里，让血液变得越来越粘稠。每一样都不是单纯的吃一顿早餐而已。如果一直用这些方式吃早餐，天天吃，日积月累，血管会越来越窄，反应速度会变慢，记忆力也可能跟着受影响，连带影响到日常的活动能力。等到出现症状，往往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情况也不容易在短时间内恢复。门诊曾经来过一位陈女士，59岁，是一位退休的小学老师。每天早餐习惯去茶餐厅点一杯热奶茶，一份西多士，觉得这是几十年的老习惯，吃完心情很好，一天也会有精神。直到子女带她去做健康检查，才发现血脂数值偏高，已经超过2年，低密度胆固醇的数值更是超标将近1倍，连医师都提醒她要立刻调整饮食。她自己很惊讶，一直以为每天只是吃个早餐，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几样每天吃的东西上面。很多人都以为年纪大了，饮食要越清淡越好，什么油都不能碰，鸡蛋也要少吃，肉类更要避开，只要吃菜喝汤就是最安全的做法。其实身体需要适量的优质油脂和蛋白质来维持血管的弹性和修复能力，完全不碰这些东西，身体反而会加速老化。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吃不吃油，而在于吃的是什么油，用什么方式处理。猪油、牛油、奶精这类含有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的油脂，才是真正需要减少的。橄榄油、茶籽油、鱼类里的优质脂肪，反而是身体需要的。如果长期只吃白粥配咸菜，完全不碰蛋、不碰肉，身体拿不到足够的蛋白质和铁质，时间一长，肌肉量会慢慢流失，免疫力也会跟着下降，脑部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退化的速度可能比想象中还要快，反而更容易忘东忘西，走路也会变得比较没有力气。门诊有一位方女士，67岁，独居多年，子女在外地工作，自己一个人生活，觉得煮饭麻烦，每天早餐就是白粥配咸蛋，午餐随便吃几口青菜，晚餐有时候干脆就省掉了，觉得这样对身体负担最小。结果大半年之后，整个人变得很没有精神，上楼梯要扶着扶手才走得上去，有时候讲话讲到一半，突然想不起接下来要说什么，整个人愣在那里。子女专程回来带他去检查，才发现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轻度贫血，需要立刻调整饮食和补充营养。所以饮食越清淡越健康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正确。为什么从50岁开始，血管的问题会特别明显呢？其实从这个年纪开始，身体里负责保护血管的荷尔蒙分泌会慢慢减少。女性在更年期前后这个变化尤其明显，男性虽然比较缓慢，但同样会发生。血管壁的弹性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本来可以顺利代谢排出的氧化物质，现在容易粘在血管内壁上，越积越厚，血管的内径就这样一点一点变窄。从心脏到全身，每一条血管都在承受同样的过程。脑部的微血管也是同样的道理，一旦血流变慢，脑细胞得到的氧气和养分就会跟着减少，思考的速度、反应的灵敏度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年纪到了，会觉得脑筋没有以前灵光，背后的原因往往不是单纯的老化，而是血管健康出了状况。这就是为什么饮食习惯在这个阶段特别重要，因为身体修复血管的能力已经跟不上伤害累积的速度。年轻的时候吃错1-2次，身体还扛得住，到了这个阶段，同样的错误累积起来的伤害会大很多。回到刚刚讲的早餐习惯，为什么那杯奶茶和那份西多士特别容易造成问题，就是因为里面的高糖和氧化油脂刚好碰上这个阶段血管修复能力下降、代谢速度变慢的身体，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伤害的速度会比年轻的时候快上不少。其实身体早就有在提醒你，只是很多人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小问题，过几天就会好，结果一拖就是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手脚容易冰冷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个警讯，尤其是天气不算很冷，手指还是一直暖不起来，甚至晚上睡觉脚总是冰的，盖了被子也没用，这代表末梢的血液循环已经开始变差了。爬楼梯或者走路稍微快一点，会觉得胸口有点闷，比以前更容易喘，这也是一个警讯，代表血管开始变窄，心脏要更用力才能把血打出去。
记忆力减退也是常见的警讯，常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或者讲话讲到一半，突然想不起接下来要说什么，这跟脑部血流量减少有很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种是常常觉得头有点晕，或者耳朵有点闷闷的，又或者是早上起来感觉没有睡够，整天提不起劲，这些看起来不相关的小状况，背后都可能跟血管的健康有关。门诊曾经有一位吴先生，61岁，半年前开始觉得爬楼梯特别喘，以为只是体力变差，没有多想，后来连走去街市买菜都要中途停下来休息，才来检查，发现血管已经有明显的堵塞，差一点就演变成更严重的情况。他自己说，早知道手脚冰冷的时候就应该来看医师，不应该一直拖。还有一位刘女士，58岁，最近半年常常忘东忘西，出门买菜会忘记要买什么，煮饭的时候会忘记自己放没放盐。子女带她来检查，才发现是脑部血流不足造成的初期症状，及早调整饮食习惯之后，情况有慢慢改善。另外有一位郑先生，55岁，最近半年晚上睡到一半会突然胸口不舒服，醒过来坐一会儿才会好，一开始以为是胃酸倒流，检查之后胃没有太大异常，医师进一步追问饮食习惯，才发现他每天早餐都喝全糖奶茶配西多士，血脂数值已经偏高，调整饮食之后夜间不适的状况也跟着改善了不少。根据香港卫生署公布的统计数据，心脏病常年高居香港人10大死亡原因的首位或次位，每年因为心脏及血管疾病离世的人数超过16000人。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也显示，香港成年人当中高血脂的比例接近30%，换句话说，每3个成年人里面就有将近1个人血脂已经超出正常范围，而且大部分的人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高血脂初期几乎不会有明显的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它常常被称为隐形杀手。有人说，我健康检查每次都是正常的，应该没有问题，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检查报告显示正常，只代表抽血当下的数值，不代表平常的饮食习惯没有再累积伤害。很多人是等到血管已经明显堵塞，出现胸闷、头晕等症状，检查才会发现异常，平常的饮食习惯才是真正决定血管健康的关键。也有人说，年纪大了本来就会这样，手脚冰冷，容易健忘都是正常老化，不用太紧张，顺其自然就好。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老化的速度本来就因人而异，血管老化的快慢跟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用对方法是可以延缓这个过程的。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年纪都会走上同样的路，你今天怎么吃，决定的是10年后的自己。如果你也有出现刚刚提到的其中一个警讯，欢迎在留言区写下数字1，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跟你一样。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真正该怎么吃，怎么做。先从最简单的开始，把早餐的奶茶换掉，不是要你完全不喝，而是改成少糖或者走糖，再把奶精换成低脂牛奶。光是这一个改变，每天进入身体的反式脂肪和糖分就会大幅减少。这个小动作看起来不起眼，却能明显降低血脂升高的风险。九龙有一位张先生，63岁，以前每天早餐都喝全糖热奶茶，喝了几10年，觉得这是生活里不能少的东西。后来子女劝他改成少糖奶茶，他起初觉得不习惯，坚持了3个星期之后，慢慢也喝出了味道。3个月后回去检查，血脂数值明显下降，连医师都说进步很快。他自己也说，没想到只是少一点糖，差别就这么大，整个人也感觉轻松了不少。接着，早餐可以加入一个正确煮法的鸡蛋，冷水放入鸡蛋，水滚之后转小火煮7分钟就熄火，马上放进冷水里降温，这样煮出来的蛋，蛋白和蛋黄都完全凝固，不会产生难消化的物质，细菌也会被完全杀死，是最安全也最能保留营养的煮法。如果想要有点变化，可以把鸡蛋打成蛋花，加进热粥里，不用额外加油，既有蛋白质，又不会增加血脂的负担。香港岛有一位李女士，60岁，以前早餐都吃茶餐厅的猪油煎荷包蛋，换成自己在家水煮蛋之后，半年内血脂数值稳定下来。她自己也说，早知道这么简单，早就改了。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方法，就是把早餐的颜色变得多一点。香港癌症基金会推广的彩虹饮食概念建议，每天摄取的蔬菜和水果要尽量涵盖红、橙、黄、绿、紫、白等不同颜色，
因为每一种颜色背后代表的营养素和保护效果都不一样。红色的番茄含有茄红素，可以保护血管；橙黄色的南瓜和红萝卜对免疫力有帮助；深绿色的西兰花和菠菜能帮助血管保持弹性；紫色的茄子和提子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白色的白萝卜和燕麦则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每一种颜色都是身体不能少的拼图。沙田有一位何女士，62岁，以前买菜习惯只买通菜和白菜，觉得反正都是蔬菜，差不多一样。后来照着颜色搭配的原则，每次去街市会刻意挑选不同颜色的蔬果，各买一点。半年后不止血脂改善，连精神状况都变好了。子女都说她整个人看起来比以前有活力。实践的小技巧是，去超市或者街市买菜的时候，可以先在心里数一数，今天的菜篮里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如果少于3种，就再挑一样颜色不同的蔬果，不需要一次改变太多，从每餐多加1种颜色开始就好。另外，养成规律走路的习惯也很重要，不需要激烈运动，每天快走20分钟到30分钟就能帮助血液循环，让血管保持弹性。走路的时候心跳会稍微加快，血管会跟着收缩和扩张，这个过程就像在帮血管做运动，长期下来能有效延缓血管老化的速度。荃湾有一位李先生，67岁，退休之后很少出门，一开始只是陪太太去公园散步10分钟，后来慢慢拉长到30分钟。半年后不止爬楼梯不喘了，血压也控制得比较稳定。他自己说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很多。实践的时候，建议饭后不要马上坐下来看电视，起来走一走，效果会更好。如果膝盖不好，也可以改成室内原地踏步，同样有帮助。最后，养成定期检查的习惯也很重要。香港政府推行的基层医疗健康计划，为符合资格的市民提供身体检查，包括血脂、血糖等数值，不需要等到出现症状才惊觉问题已经很严重。平常可以留意自己是否符合资格，每次检查报告要留存下来，下次回诊的时候带去给医师比对，才能看出数值变化的趋势。及早调整饮食，这几个方法听起来都不困难。奶茶少一点糖，早餐加1颗水煮蛋，菜篮里的颜色多一点，每天多走几步路，记得去做定期检查。每一个都是你自己可以马上开始的改变，不需要花大钱，也不需要靠任何补品，真正的关键一直都在你自己的手上。今天的影片我整理了3个重点给你。其实这集影片不只是在讲早餐，而是想提醒你，很多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日常习惯，背后可能藏着我们没注意到的细节。一点点的改变累积起来，就能决定10年后你的血管和你的脑袋是什么样的状态。第一，早餐的饮品和烹调方式是关键。奶茶改成少糖或走糖，奶精换成低脂牛奶，鸡蛋改用水煮或蛋花，避开猪油和牛油煎炸，这几个小细节才是对血管最友善的方式。第二，餐桌上的颜色要多元，红、橙、黄、绿、紫、白，每一种颜色都是身体不能少的营养。去街市买菜的时候，记得在心里数一数今天的颜色够不够。第三，养成规律走路还有定期健检的习惯，每天快走20分钟到30分钟，再加上定期检查血脂血压，这几件事听起来简单，却是真正能延缓血管老化的关键。如果你今天最想先开始做的是哪一件事，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打奶茶，如果你想先从改变饮品开始；打颜色，如果你想先从餐桌颜色下手；打走路，如果你决定明天就去散步。让我知道你会选哪一个，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家里有没有类似的早餐习惯，我很想知道大家的情况。很多长辈不是不愿意改变，只是身边没有人用他们听得进去的方式好好讲一次。有时候比起子女苦口婆心，转一支影片反而更容易被接受。大部有一位钟太太，看完类似的影片之后，用 WhatsApp 传给了自己71岁的爸爸，只留了一句话：爸，你弟弟那个。他爸爸原本每天早餐都去茶餐厅喝全糖奶茶配西多士，觉得这是几十年的老习惯，也没有不舒服，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看完影片之后，开始注意饮品和煮法，早餐也慢慢调整，减少奶茶的次数，改成有时候在家自己煮一碗燕麦粥加水煮蛋。半年后回去检查，血脂数值改善不少，连医师都说他进步很明显。钟太太说，
那一句话可能是他这辈子传过最有价值的讯息。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家人，早餐习惯不太好，又不容易听劝，不妨也把这支影片用 WhatsApp 传给你关心的人。有时候不需要多说什么道理，一句你弟弟那个就够了。真正的关心往往就藏在这样简单的动作里。影片里提到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知道更多细节，例如某一种食物适不适合你自己的情况，欢迎在留言区留言，我会尽量抽时间回复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现在可以按一下订阅，之后这类实用的健康资讯才不会错过，也能第一时间看到最新的内容。下一集我会告诉你，豆腐怎么吃才能真正护心护血管，还有哪几种常见的豆腐煮法反而会增加肾脏和血管的负担。很多人天天吃豆腐，却不知道方法用错了，甚至可能让身体越来越辛苦。记得准时回来收看。谢谢你把这支影片看到这里，代表你是真心在意自己还有身边人的健康。你的血管还可以更年轻，你的身体也还有很多改变的空间。从今天早餐的那杯茶和那碟蛋开始吧。